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是一个单亲妈妈，为了方便带我7岁的女儿，我辞去了原来的工作，现在是一名全职作家。我还有一个双胞胎姐姐，她有1双儿女。临近过年，工作繁忙，顾不上看管孩子。她的女儿比我女儿小几天，就想着把她家女儿送来我家住几天，正好我的女儿也放寒假在家，我便答应。没想到这一住就住出问题来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叫长乐，我的女儿跟我姓常，叫常心怡，小名妞妞。我是一名全职作家，姐姐因为工作繁忙，便把自己的女儿姜诗雅送到了我家。把姐姐的女儿接过来住之前，我是真没想过姐姐的女儿会是这样的。吃完早饭，做完家务后，我便回到了书房，沉浸在了痛苦的码字之中。妞妞和诗诗便在客厅玩，我才刚码了没一会儿，便听见了客厅传来的吵闹声。我一开始没往心里去，只当是小孩子之间的小打小闹，便任由他们去了。没想到声音越吵越大，完全扰乱了我码字的心情。我有些烦躁地起身，朝客厅走去。这又怎么了？诗诗听见我的声音，便跑过来，抱着我的大腿哭了起来。小姨，姐姐欺负我。又是这句话。我看了看坐在客厅的妞妞，将抱着我大腿的诗诗拉了起来，走到了坐在客厅的妞妞身旁。诗诗也跟在了我的身后。说说吧，这次又是怎么了？我看着地上散落着的零食，心里有了大致猜测。小姨，姐姐她抢我零食。听到我询问原因，诗诗停下了哭声，指着妞妞大声控诉道：“我没有。”妞妞在听到诗诗的话后，呜咽着小声说道，脸上满是委屈。为了避免2个小孩子吵架，我给他们俩什么都是备的双人份，就连散称的零食我都认真的数了双数，将它了2份给他们2人。我的女儿是什么样的，我心里有数。妞妞从小就听话懂事，绝对不可能做出抢诗诗零食的事。而且像这样的情况，在诗诗来我家后也不是1次2次了。我心里马上有了决断。妞妞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说给妈妈听好不好？我蹲下身，摸了摸妞妞的头，轻声问道。妞妞得到安抚后，停止了啜泣。是妹妹，她把好吃的零食吃完了，然后就把她不要的零食给我，来抢我的零食。妞妞肯定不会对我说谎，但我属实没想到以前俏皮可爱的外甥女会变成这样，还学会了恶人先告状。我略有些不善地看了诗诗一眼，语气有些冷。是这样的吗？诗诗可能是被我的眼神吓到了。诗诗缩了缩肩，声音明显的颤抖。没有，姐姐她说谎，明明就是她抢我零食。我实在没想到外甥女的脸皮会这么厚，真相摆在面前还死不承认。我想着我还未完成的工作，也没有心情再跟她耗下去。诗诗，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？小姨心里有数，你也别想着骗过小姨。我见你是初犯，这件事就到此为止。要是下次再这样，小姨就要生气了。小姨可没有你妈妈的好脾气。诗诗听完我说的话，愣了一会儿，又开始大哭起来。我懒得管，也知道这时候不能再把2个小孩放在一起，便拉着妞妞跟我一起回到书房，让她在一旁写作业。诗诗在客厅里哭了好一会儿，确认我是真的不管她后，便收了眼泪。为了安慰妞妞，我忙完工作之后，又带着妞妞去买了新的零食。出于惩罚目的，我没有再给诗诗买零食。令我意外的是，
妞妞回去以后，把自己之前分到的零食都拿给了诗诗，我感到十分欣慰。我以为这件事发生之后，诗诗能安分好几天，没想到当天晚上，她就又给我闹出幺蛾子来了。晚上我难得泡会澡，想着多享受一会儿，便过了1个多小时才出来。刚出来，我就听到妞妞的哭声，我急匆匆地跑到了她的房间，一进门就看到妞妞坐在床上，哭得脸都红了，还有些喘不上来气，而诗诗则站在一旁，脸上还洋溢着没来得及收起来的得意。我看着妞妞的样子，十分心疼地把她搂进怀里安抚着。妞妞从出生开始身体就不太好，刚出生那会儿，妞妞好几次生病，差点没救回来。后来我也是把妞妞当公主一般养着的，可是自从诗诗来我家后，这都是妞妞哭的第几回了。我当下便决定，明天一定要把我姐叫来接走诗诗。我家是供养不起她这尊大佛。我抱着妞妞，轻拍着妞妞的背，妞妞妈妈在，不哭了好不好？告诉妈妈发生什么了，妈妈给你撑腰。诗诗在听着我对妞妞的安抚，脸上充斥着怨恨。我没有圣母心，甚至是有些自私，我无法对诗诗和妞妞一视同仁，更何况这也不是妞妞第一次欺负我家诗诗了。妞妞在我的安抚下，终于平静了一些，不再喘不上气来。她哽咽着朝我说道：“妈妈，姜诗雅她把你送给我的这个项链扯坏了。她还说我不配戴这么好看的项链。”呜呜呜！妞妞把手中被扯成2段的项链递给我看。这串项链是我在妞妞生日的时候送给她的生日礼物，花了我小1万，她很是喜欢，平常都自己收着，不愿意戴，怕弄坏了。现在正是她很喜欢的项链，却变成了2段孤零零地躺在她的手上，而诗诗还在一旁狡辩着：“明明就是你非要跟我抢。”她好像也意识到了自己不占理，越说越小声。我怎么知道她那么容易断？我才不稀罕呢！我努力压下心中对诗诗的怒火，告诫着自己跟小孩子生气不像样子，才慢慢平静下来。我明天会叫你妈妈来接你回去，我家以后不欢迎你。我抱起妞妞，带着她回到了我自己的房间，也没有再管身后的姜诗雅。第2天虽然是周末，但是我姐还是要上班，来的便是我姐的婆婆。哎呦，我孙女是怎么了？我姐的婆婆一进来就四处找着她孙女。我姐的婆婆是出了名的不讲理，我有些不耐烦。姜老太太进门嚎的那一嗓子，马上就把诗诗给嚎了出来。她跑到姜老太太门前，抱着姜老太太的大腿就开始告状：“奶奶，小姨跟姐姐欺负我。”见状，我不由得白了一眼。果然，姜老太太马上就拍了拍大腿：“哎呦喂，哪个天杀的欺负我孙女？他们是怎么欺负你的？跟奶奶说，奶奶给你做主。”诗诗见有人给她撑腰，连忙就得意起来：“奶奶，就是姐姐抢我零食，还说是我抢她零食。小姨还给姐姐买零食，不给我买。”诗诗的话让我有些火大，我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姜老太太便抓起妞妞开始数落起来：“哎呦，你这小孩是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自私呢？你还比我孙女大呢，不知道照顾妹妹，跟妹妹分享也就算了，还抢我孙女的零食，真是没教养！我真是从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，都欺负到我女儿头上了。哟，你这说的真是不分青红皂白，我算是知道你们家孙女这一身坏毛病是跟谁学的了。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有你这种奶奶，真的是倒了8辈子霉了，还什么大的必须让着小的。
早知道你这么守时，我就应该晚几天再把妞妞生出来。你，老太太平时作威作福惯了，没想到我敢这么对她说话，一时之间竟被气得说不出话来。你什么你？叫你姑奶奶干嘛？我一直都秉持着对人说人话，对鬼说鬼话的原则，因此跟江老太太对起来丝毫没有心理负担。不许你欺负我奶奶！诗诗看到她奶奶被我气得说不出话来，也开始站出来了。你就是个坏女人，坏女人！我顿时就被气笑了。本来我是告诫着自己不要跟小孩一般见识的，但是这段时间以来，姜诗雅在我家的举动，欺负我的妞妞做的那些事，让我不想再忍了。我翻找着抽屉，拿出一包诗诗昨天硬塞给妞妞的零食，打开，我捏起诗诗的下巴，就把零食往她嘴里塞。你不是喜欢分享吗？妞妞不是抢你零食吗？来，这些都是你的，吃，给我吃个够！诗诗被我的动作吓坏了，马上就大哭起来。姜老太太在旁边也愣了好一会儿，才反应过来我在对她孙女做什么。她连忙上前来，将我和诗诗拉扯开，接着嚎道：“泼妇，你这个泼妇！哎呦，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哟！”说着，她便拉着姜诗雅往门口走去，要离开。我自然不可能就放任他们离开，我赶紧跑到门口，将门堵住。你还想做什么？姜老太太瞪着我说道，眼里多了丝戒备。你孙女弄坏了我的项链，1万块钱呢，赔了再走。我双手抱臂，慢悠悠地说道：“怎么可能？我孙女不可能干这种事，你不要血口喷人。”姜老太太指着我，满脸通红，像是被气急了。我缓缓看向她身旁的姜诗雅，她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。您不信可以问您孙女呀。闻言，姜老太太皱着眉头看向姜诗雅，终究还是存了疑。姜诗雅总归还是个才7岁的小孩，见我们都盯着她，一下就给吓哭了。我没有，我不知道。姜老太太虽然是个没脸没皮的，确实也明白过来了，不过还是嘴硬。那是你自己没把东西收好，我孙女怎么知道那东西那么贵重？没事儿，您不认也没关系，咱们就在这耗着，反正你不给钱，就别想出这个门。最后，姜老太太让我姐给我转了钱之后，我才放他们离开。他们走后，妞妞还跑过来抱住我，妈妈，我是不是做错事了？我顿时心软得一塌糊涂。没有，是他们不讲道理，我的妞妞最乖了。姜老太太跟姜诗雅一回去，便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通。当晚，我妈便给我打来了电话，怎么回事？这大过年的闹成这样，你是要上天啊？我妈一上来，便给我劈头盖脸的一顿数落。我有些心梗，耐着性子向她解释了这几天发生的事。我妈虽然反应过来，错怪我了，但是也还是端着架子。那你也不能不尊重长辈。再说了，就一条项链而已，你还坑了人家1万块钱，你让你姐夹在中间，怎么做人？我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，我妈一个人把我和姐姐拉扯到大，我也尽量避免着跟她争吵。于是我见好就收，是我欠考虑了。好了，你姐跟我说了，让你过小年的时候去她家吃饭，这件事就算是过去了。那妈没事，我就先挂了。我正准备挂电话，我妈却突然叫住我：“哎，等会儿，你跟瑞哲真的就不能再和好了吗？妞妞还小，你一个人带着也不是个办法呀。”周瑞哲是我的前夫，我跟他是和平离婚，这几年也一直还有联系。每次给我妈打电话，他都不忘搁这题一茬。不可能了，我跟他现在只是朋友。说着，我便挂断了电话。日子一天天的过着，很快就到了小年这天。我也意识到了我那天的做法
确实是有些过火，不过我丝毫不后悔。离婚之后，我的世界里就只剩下妞妞了。欺负我可以，就是不能欺负我的妞妞。这天一大早，我便带着妞妞出去买了礼物，去了我姐姐家。我姐姐啥都好，就是性子有些软弱了。是我姐姐来开的门，一进门，我便将带的礼物给姐姐递了过去。来都来了，还带什么礼物？快进来坐。我姐接过礼物放到一旁，连忙招呼我进去。大姨，妞妞跟在我身边喊了一声我姐。妞妞真乖。我姐摸了摸妞妞的头，带我们到了客厅。哟，小姨子来了，稀客呀。我姐的老公姜岩也是出了名的好吃懒做，这一家子的重担都压在我姐身上。我也劝过我姐好几次，但是我姐为这2个孩子，还是在姜家做牛做马。一旁的姜老太太冷哼了一声，连人都不知道叫，真没礼貌。难得过节的好日子，我并不想再跟姜老太太起冲突，拉着妞妞叫完人之后，在沙发的一角上坐下。今天姜诗雅难得的乖巧，坐在一边的毛毯上玩着娃娃，也没闹什么。刚坐下没多久，我姐的儿子姜凯就开始闹着要吃车厘子。没听见我孙子要吃吗？还不快去洗！姜老太太看不得她的孙子哭闹，立刻指着我姐吼道：姜老太太向来宝贵她的金孙，只是她对着我姐这颐指气使的态度，还是让我皱了皱眉，有些心疼地看向我姐。我姐到底是被落了面子，尴尬地朝我笑了笑，转身就去把车厘子洗干净拿了过来。姜凯很快就大快朵颐了起来，而我姐则是马不停蹄地去了厨房。我姐的处境让我的脸色严肃了不少。妞妞拉了拉我的衣摆，有些眼馋地看着桌子上的车厘子，低声问道：妈妈，我可以吃吗？我未做多想，点了点头。妞妞当然可以吃了。接着妞妞也跟着姜凯一起吃了起来。也不知道是什么戳中了姜老太太，她突然对着妞妞冷不丁地开口道：好吃吗？妞妞拿车厘子的动作愣了一下，乖巧地点了点头，然后把车厘子递到姜老太太面前。好吃的，奶奶你要吃吗？姜老太太却是冷哼了一声，将妞妞的手推开。哟，我可是不敢吃哦，没你命好，吃不起这金贵的东西哦。妞妞明显没有理解过来姜老太太话里的意思，睁着她的大眼睛，眼巴巴地望着我。我却是被她话里的讽刺气红了眼，当即反讽回去：那是当然，比不上你天生命贱，连个车厘子都吃不上。姜老太太霎时怒目圆睁，像是被气急了的样子，指着我就要破口大骂，却又像是在顾忌着什么，还是没有开口。最终还是姜岩在一旁打着圆场，这事就堪堪过去了。之后场面虽然有些尴尬，但是也还是维持着浮于表面的平静，直到我姐来喊我们一起去吃饭。有了我姐做中间人，桌上的气氛才开始好看起来。看得出来，为了这顿饭，我姐一家还是下了点功夫的。姜老太太在家一向抠，还蒸了一碟大闸蟹出来，不多不少有8只，也没什么好菜。乐乐，你们不要嫌弃就好，快吃吧。最后一碟小菜上桌，我姐就招呼着我们吃饭，脸上还带着腼腆的笑意。我姐这么一说，姜老太太伸起筷子，就先夹了2只螃蟹放到姜凯碗里。我蹙了蹙眉，却也没多说什么。剩下的螃蟹也正好1人1只，只是我没想到，这还没完。姜老太太像是有人在跟她抢食一般，马不停蹄的又夹了2只放进姜岩的碗里，接着又给自己和姜诗雅1人夹了1只。姜老太太这一番操作下来，倒是把我看笑了。我拿起筷子的手又放下了，
最后还是冷笑了一声。餐桌上除了我姐江家4人，脸上并没有多余的表情，好像这才是正确的做法。我姐将桌上剩下的2只螃蟹，一只夹给了妞妞，一只放到了我碗里，给了我一个安慰的眼神。快吃吧，姐不爱吃这个。我姐说完，便低下头，安安静静地扒着自己碗里的饭。我心里不由得泛起一阵酸意。我夹起碗里的螃蟹，放到我姐的碗边。姐，还是你吃吧，我身体不舒服，吃不了。我跟我姐还在互相谦让着，江老太太却是盯上了这只螃蟹。她眼见着就想伸手，却被我狠狠瞪了一眼，将筷子收了回去，有些讪讪道：“我这不是看你们都不吃，那还不如给凯凯吃呢。”我姐最后还是接下了那只螃蟹，只是我明显有看到她的眼眶微微泛红。这顿饭最后还是有惊无险地吃完了。就在我感慨终于快要可以离开的时候，江老太太却又不合时宜地开口了。她像是知道自己的话有些不合适，搓了搓手，将声音放软道：“乐乐呀。”我被江老太太莫名其妙脱口而出的亲昵称呼激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我姐像是知道江老太太要说什么似的，眼里闪过一丝惊恐，扯了扯江老太太的衣袖，小声开口道：“妈，别扯我。”江老太太不耐烦地将我姐扯着她衣袖的手甩开，讨好似的看着我：“乐乐呀，这些年多亏有了你的照顾，我们这才在大城市里落了脚。现在呀，我们家也在这住了这么多年了。你看，要不要就干脆把这套房过户给我家妍子？我听过，倒是有些懂了江老太太为何今天还算是隐忍。江家现在住的这套房子是我离婚的时候分得的财产之一。当初在我刚离婚之时，我姐帮了我许多，正好她的生意也做到了市里来，我便把这套房子借给他们住了。住了这么些年，我也没提过什么要求，倒是我姐可能住的有些不太好意思，常常给我转账算作房租。其实我是有想过要把这套房子过户给我姐的，毕竟我也不缺这点钱，但前提是我姐跟江岩离婚之后，算是给我姐姐做傍身用。却是没想到江老太太先把主意打到了这套房子上。我短暂地思索了一会儿，冷静地开口道：“看来你们家这些年还是赚了不少钱，都打算买房子了，都是亲戚，我就给打个折吧。这个地域现在的市场价是15000一平，这套房子拢共120平，我就算你们120万吧。我的卡号我姐知道，你们钱到位了，我随时可以过户。”说完，我已经想带着妞妞离开了，还没走到门口，江老太太就拉住了我：“等等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怎么，阿姨不是想买下这套房子吗？”我故作疑惑，江老太太不顾我姐在一旁的拉扯，拍了拍自己的胸口，不知道是想到了什么，还有些得意地开口道：“乐乐呀，我是过来人，别怪我没提醒的你。这妞妞啊，以后总归是要嫁出去的，这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，这就是外人。这妍子就不一样了呀，他是你亲姐夫，凯凯是你亲外甥。等你以后老了，也没有个依靠，还不是得靠凯凯来给你养老？这套房子呀，就算是你这个做小姨的给外甥的见面礼怎么样？”我从未见过这般厚颜无耻的人。听完这番话，我倒是有些在意料之中，也不似往日般被气急。我思索着我姐的现状，最终还是没有说出什么重话。养老，就你这孙子，那我宁可在我的钱里淹死，您还是接着做您的梦去吧。说完，我也不管江老太太还有什么惊人的操作，也不愿再去看我姐，带着妞妞夺门而出。自从那次不欢而散之后，
一直到除夕之前，我跟妞妞过了好一阵松的日子。除夕一大早，我妈就给我打来了电话：“今年晚饭还是回来吃吗？你姐他们家今晚回来，你跟他们那件事，你姐都跟我说了。这回那江老婆子实在是有些过分了。”我妈絮絮叨叨地跟我念着，透露出的关怀让我的心暖暖的。回，当然回，过年吃团圆饭都不回去，那能像话吗？我当下拍板道：“行，晚上妈妈给你做喜欢吃的红烧鱼。对了，江老婆子今年不来，你放心吧。”跟我妈聊了一会儿后，就挂断电话了。挂完电话后，我就带着妞妞去美美打扮了一番，又出门采购了一波年货，还买了几个红包，留着回家送人情。收拾完后，我就带着妞妞开车回去了。因为采买东西耽搁了好一会儿，到我妈家时已经是吃晚饭的时间了。我还以为你又临时变卦不来了呢。我妈打趣着我，接过我手里的年货往里走。一进门，姜诗雅和姜凯就跑到了我面前来，做拱手状：“小姨小姨，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。”俗话说得好，伸手不打笑脸人。我秉持着法不责众的原则，趁着过节的喜庆，也还是给姜诗雅和姜凯包了个大大的红包。两个小孩一拿到红包，就拆开数着里面的钱，可能是看我包的还算多，马上就笑着跑开了，还带着妞妞一块。小孩子哪用得着那么多？我姐在一旁看着，不由得皱起眉头，故作嗔怪道：“你先等等，还有最后2道菜，马上就能吃饭了。”我妈招呼完我之后，就接着去厨房里忙碌了。然而，热闹的气氛也并没有维持多久，就被客厅里的哭声给打破了。听出是妞妞的声音，我马上跑了过去。客厅里的场景却是让我很是震惊，同时还有心疼。只见妞妞一个人坐在地上，头发凌乱着，脸上还有几道红痕。姜诗雅和姜凯两姐弟还站在一旁耀武扬威，手里抱着好几个娃娃。我赶紧将妞妞抱在怀里：“谁弄的？”我冲着姜家两姐弟吼道。看着我严肃的表情，姜家两姐弟脸上的表情有所收敛，却还是一脸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。是妞妞姐姐要抢我们喜欢的娃娃，还不是抢不过我们？姜凯率先开口，虽然有所收敛，眼里还是充斥着得意。妞妞抢你们娃娃？我冷笑出声。姜家姐弟这颠倒是非的能力倒是如出一辙。我无意在大过年的好日子里打人，也是我将妞妞教养得有些软，没办法有力的反击，但这口气我怎么也忍不下去。我上前去抢过他们手里的娃娃，拿起玄关上放着的剪刀，将娃娃剪烂丢到了垃圾桶里。既然你们要抢，那就都不要玩好了。我姐也紧跟在我身后赶来，看着眼前的场景，严厉地打了几下姜家姐弟的屁股：“快跟妞妞姐姐道歉！”姜凯和姜诗雅被我捡了娃娃，还被打了几下，终是没忍住哭了出来。怎么回事？快来吃饭了！另一边，我妈已经在喊着我们过去吃饭了。我也没想着真能听到他们两姐弟的道歉，让我姐算了，就带着妞妞去餐厅吃饭了。我姐将姜家姐弟安抚好后，就带来餐桌上吃饭了。姜凯过来的时候，还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却没被我放在心上。刚刚在客厅发生的事，在节日的氛围下，马上就被我们抛之脑后。说到兴头上，我们也难得的小酌了几杯，但我属实没想到，我的放任为接下来发生的事留下了后患。当姜凯拿着摔炮往我身上扔，摔炮在我身旁炸开的时候，我整个人都是懵的。姜凯嘴里还振振有词：“坏女人，炸死你个坏女人！”最先反应过来的是我姐，
他急忙上前夺过江凯手里的摔炮，拿到远离我们的地方放下。坐在我身边的妞妞也被摔炮炸开的声音给吓到，大哭出声来。妞妞的哭声刺激到了我，我赶紧将妞妞抱了起来，不断拍着她的背安抚着。而始作俑者却丝毫没有自己做错了事的觉悟，还高兴着自己所谓的大仇得报。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。可能是酒精上头，江凯的行为崩断了我那根叫做理智的神经。我走上前去，就往他身上踹了2脚。我妈看着我的暴力行为，怕我把江凯打死，抱住我的腰就往后扯。我姐也拿着衣架子过来了，在江凯身上狠狠地抽了几下。我就是这样教你的，你为什么这么对小姨？这是你亲小姨。我姐边打边训斥着。江凯被打得哭得喘不上来气，我才去拉住我姐，快跟你小姨道歉。我姐将衣架子在旁边的桌子上甩了下，江凯下意识地躲闪着，嘴里却依旧嚎着：我不要跟她道歉，我不要，我才不要跟这个坏女人道歉。怀里的妞妞始终安抚不下，我也不想再看着这场闹剧，抱着妞妞就往我的房间走去。回到房间，我将妞妞来回哄着，最终还是妞妞哭累了，沉沉地睡了过去。将妞妞安放到床上后，已经很晚了。我拿起手机，我姐给我发来了好几条消息，无一不是为着今晚的事给我道歉。虽然踹江凯的那几脚很爽，不过我也意识到了我当时还是过于冲动，也给我姐道了个歉。问了几句江凯的情况，就去洗漱了。今天晚上可能注定着没法安宁。我刚洗漱完出来，就听见我妈的房间里传出一声尖叫。我没来由的一阵心慌，快步朝着我妈的房间走去。走到时，我姐已经在门口矗立着，好像是愣住了。我快速上前拉开我姐，眼前的一幕也让我呆在了原地。只见江岩倒在了地上，头上还流着血。我妈衣衫不整地坐在了地上，地上溅满了玻璃碎片。看到这一幕，我立刻就反应过来发生什么了。只是如此畜生的事，还是狠狠地刺激到了我的神经。我一把扯过床上的被子裹住我妈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了出来，嘴里碎碎念着：没事了，妈，已经没事了。我姐也逐渐从呆滞的情绪中缓了过来，有些无措地看着我。江岩怎么办？我深呼吸着，慢慢捋着今晚所发生的事，却始终没想到江岩这么做的动机。先把他送医院吧，我等会儿开车跟你一块去。我妈也慢慢地缓了过来，她抓着我的手，眼里满是泪水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乐乐，我不会杀人了吧？怎么办？乐乐，我承认我心里有一刻是巴不得江岩就这么死掉的，但是现实情况并不允许这样。就在这时，妞妞揉着眼睛走了过来，她看着我和我妈脸上的泪水，迈着她的小短腿跑了过来，抱住我们。妈妈，奶奶不要哭了好不好？妞妞保护你们。不得不说，妞妞的童言童语还是给我们起到了一定的安慰。看着眼前的一切，我握住妞妞的手。妞妞，妈妈给你布置一个任务好不好？你现在带着奶奶去我们房间乖乖睡觉，妈妈还有事要出去解决，就不陪你了好不好？妞妞虽然还小，但是很听话。好的，妈妈。妞妞保证完成任务。妞妞说完就去安抚着我妈，将我妈拉着离开了这个房间。最后，我跟我姐合力把江岩拉上了我的车，送去了医院。在昨晚等着江岩做完临时缝合手术之后，我和我姐就一直守在医院，怕江岩醒来之后说出什么不该说的。江岩醒来已经是初2的早上了，期间我妈也已经完全恢复过来了，也表示说想来医院替我们看着她。
但我怕他见到姜岩之后会情绪失控，就拒绝。算起来，我也陪着我姐在医院寸步不离地待了2天。姜岩醒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叫嚷着要报警，我要报警，我要报警，他们这是故意杀人，我要报警。姜岩睁眼后看到我和我姐后，将床头的水杯一下子摔到了地上，喊着要报警，你们给我滚出去，我要找我妈，我要报警。姜岩如此激动的情绪是我跟我姐没有料到的，他的叫喊声也成功地吸引来了护士。护士来了之后，见姜岩的情绪无法平复下来，便在寝室下给姜岩扎了一针镇定剂。姜岩又闹了一会儿，还是沉沉地睡了过去。护士临走前还在警告我们不要再刺激病人了，他也问过我们要不要报警。不过在病人情绪不稳定的情况下，我姐作为他的配偶拒绝了报警的要求。在姜岩再次醒来之前，他妈来了，姜老太太一来就坐到地上撒泼打滚，完全不管是在什么场合。我有些头痛地揉了揉额角，我属实没想到姜岩在短短的清醒时间之中还不忘通知他妈过来。姜老太太的撒泼打滚马上引来了其他病人的不满，我跟我姐却也束手无措。就在这时，姜岩再次苏醒了过来，他看到姜老太太之后，像是找到了主心骨，不似第一次醒来那般激动。妈，快给我报警，这就是故意杀人，快报警！姜老太太见她儿子醒来了，也不再撒泼，急忙凑上前来。好好好，妈，这就给你报警。我姐听到报警2个字，瞬间就激动起来，想要上前阻止姜老太太和姜岩。不能报警，不可以！我将我姐拉到身后，硬撑起一股气势来。你确定要报警？确定。姜岩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我冷哼一声，姜岩，你现在为什么在医院的原因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如果你真的报警了，那大不了就是2败俱伤。如果你不报警，说不定还能得到点好处。以姜老太太和姜岩的无赖来说，他们想要报警，无非就是想要拿到什么好处。虽然我非常不想给他们好处，但是我还是不想弄得2败俱伤的场面。果然，听到我的话后，姜老太太和姜岩也没有再闹着要报警，而是沉默了下来。我轻轻地拍了拍我姐的手，我跟我姐还没吃东西的，我给你们半个小时的时间好好考虑，我们等会儿再来谈。说着，我便拉着我姐离开了病房。我走到一半，却发现我的手机没拿。我让我姐在原地等我，转身要去姜岩的病房里拿手机。越走进病房，我开始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，直到我走到病房门口，姜老太太和姜岩的声音开始清晰起来。怎么回事？我不是让你去睡长乐那个丫头的吗？你怎么跑到那个老太婆的房间里去了？我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多喝了几杯，没想到走错房间了。那个老太婆可恶心死我了！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呀？现在怎么办？你要是把那个小寡妇睡倒了，那她的钱不就全归你了吗？虽然她带着一个拖油瓶，但是跟她手上的钱比起来，那简直就是不值一提。我怎么知道？说起来也怪常如那个贱人，一个娘胎里出来的，怎么她们2姐妹差距那么大？我当初怎么说的？让你不要娶那个贱人，你硬要娶。不管怎么样，都到了这地步了，你至少要把我们住的那套房子弄到手。房间里的对话还在进行着，我感觉我的血液都凝固了，浑身上下都泛着冷。我没想到事情的真相会是这样的，就因为我手里的钱，就因为他们现在住的那套房，所以让我妈遭遇着这种事。我的心中燃起了浓浓的愧疚。
我已经完全呆滞住了，连我姐什么时候来到了我身后都不知道。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我姐已经推开门进去了。我姐一把将站在江岩床边的江老太太拉开，挥手就上去给了江岩一巴掌。江老太太和江岩显然没有预想到我和我姐会出现在这。江岩已经被我姐一巴掌给甩懵了，还是江老太太先反应了过来，她推了我姐一把：“你凭什么打我儿子？”我连忙上前想去帮我姐，我姐姐却将我挡在了身后。其实在我姐甩那一巴掌上去的时候，我的心里是觉得欣慰了。我感觉到了我姐终于站起来了，虽然这中间付出的代价有点大，但是我姐终于站起来了。我不再插手他们之间，而是站在了我姐的身后，紧紧地握着我姐的手，想给她传递一丝力量。凭什么？你还有脸问我凭什么？自从我嫁到你江家这8年来，我自认我当牛做马，你江岩赚不到钱，没关系，我来赚。你江老太婆颠倒是非，只会撒泼，难伺候，没关系，我能忍。但是你们万万不应该把主意打到我妈和我妹妹身上来。我姐姐说着，泪水渐渐滑落下来，但她的脸上却写满了坚毅。从前，我为着诗诗和凯凯，我忍着，努力经营这个家。我工作忙，没时间管孩子，结果就是江诗雅和江凯都被你们养成什么样了。我觉得我这几年过得就像是个笑话，我居然伺候你们这种人，伺候了这么多年。不过现在我也想通了。我姐摸了一把脸上的泪水，接着一字一字异常坚定地说道：“江岩，我要和你离婚。”我姐说完就拉着我离开了江岩的病房，不再管身后江家母子反应过来的骂喊。我心里逐渐被一些东西填满。我姐她终于走出这一步了。走到医院门口，我姐终于还是撑不住了，蹲坐在路边狠狠地哭了起来。这么些年，我为他们家付出的还不够多吗？为什么他们还要这么对我？我对不起你跟妈妈，我对不起你。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没用，只能任由我姐把自己心里藏着憋着的都宣泄出来。我静静地坐在我姐旁边，默默地听她哭着。我姐决定好要离婚后，最难的一步已经走出来了，后续的一切我们都交由了律师去处理。关于那天晚上发生的乌龙事件，江老太太丝毫不觉得自家理亏，哭喊着要我把那套房过户给他们家作为赔偿。但是法律不是谁哭谁有理，一条条利弊摆在眼前，江老太太也不得不做出让步，而我们也愿意让一步，就此达成了和解。这几年下来，江家一大家子的吃喝拉撒基本都靠着我姐，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财产分割问题需要解决。最难的还是江诗雅和江凯的抚养权归属问题。江诗雅和江凯被江老太太教养得不像样子，但是他们还小，毕竟是自己的孩子。我姐还是想要努力争取把2个孩子带在身边。江诗雅虽然把她奶奶的样子学了个10成10，却也清楚自己在江老太太和江家的地位，巴不得要跟她妈妈走。倒是江凯却是让我姐寒了心。这天很平常，我姐正带着妞妞一起玩，却无意间听到了江凯和他奶奶的通话。奶奶，你放心，我才不喜欢那个黄脸婆呢，她就是专门来伺候我的。我最喜欢的还是奶奶，她赚到的钱肯定都归我，总不可能给江诗雅那个丫头骗子吧？奶奶，你放心，我以后会好好孝敬你的。江凯的话算是彻底让我姐心死了。当天我姐就把江凯丢去了江岩家。江凯哭着抱着我姐大腿喊自己不想走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我姐会心软的再给他一次机会，但是我姐没有。虽然
他还是会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偷偷抹眼泪，他还是强硬了起来。我姐跟江岩去领离婚证的那天，江岩好像才反应过来，我姐不是跟他闹着玩的意思，而是真的要跟他离婚。可能他也意识到了，没有我姐，他这几年根本不可能活得这么潇洒，当即就跪了下来，求我姐不要离婚。我姐现在已经是钮祜禄常如了，怎么可能会被这个渣男的一点眼泪给打动呢？最后，我姐还是带着姜诗雅，不对，现在应该叫常诗雅了，潇洒离去。还好诗诗年龄还小，现在矫正还来得及。我姐也意识到了，不能把所有时间都投入到工作中，还是要分出时间来教养孩子。诗诗也在我姐的教养下，逐渐改掉了以前的坏毛病，也和妞妞成为了很要好的姐妹。江家人一直想要的那套房，我最后还是过户给了我姐。我姐是实心眼，一开始还不肯要，最后还是我哄着她打了一个欠条之后，她才肯接受。再说这边江家人离开我姐之后，自己身上的坏毛病全都暴露了出来。江老太太在跟江岩的一次争执中中风了，最后只能瘫在床上。而江岩从小被他妈捧着，长大了又被我姐伺候着，丝毫没有伺候人的经验，于是他干脆就直接放任江老太太不管，最后连江老太太背后生蛆了都不知道。风光了一世的江老太太就此陨落，江岩则在气死他妈后再也没人管了，自己赚不到钱就去赌，最后败光了他家那少得可怜的家产，只能去乞讨度日。而江凯我姐说不要，却是真的狠下心来了，再也不管。鉴于江凯家里的情况，最后江凯还是被送去了福利院。在这一系列事情发生了之后，我意识到了，我还是把妞妞教得过于软弱。我下定决心要让妞妞强硬起来。妞妞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开朗，我们都有着很好的未来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